要好一些啊。我在2档、3档、4档、5档，甚至6档，几乎是怠速前行啊，就是2000转左右骑行。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画面，其实我都没有怎么给油的啊，我觉得都没有问题，车不会喘，也不会咳，而且发动机那种运行声音就告诉你，哎，你继续这样，我完全可以适应，没有问题的啊，这个就比较厉害了。然后模拟一下早上早高峰跟车的这种情况，我觉得都是 OK 的。而且因为它转速比较快，前中段又比较有力。比如说你现在在5档啊，你2000转骑，然后你需要一把油给一个动力请求的话，你只要给油它就走，这点比起赛6来说，那真的是要强不少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的很大的一个进步，排量当然也是有很大的原因啊。然后我们来试一下它的配置方面，比如说这个减震啊这些方面，马祖奇提供的全段可调的前减和预载和阻尼可以调的后减。出厂设置就挺好的，就挺均衡的啊。我80公斤的一个体重，这个车重也是比较大的。过刚才那种沟坎啊，处理的都是比较干脆，挺有韧性的啊。甚至我在重刹的时候，我觉得车身点头的那种状态也比我想象当中还要更小一些，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调的确实还是挺均衡、挺有质感的啊。然后机械层面咱们也说一下，离合手感很轻，结合点我觉得也比较清晰。然后这个档位啊，比我前2天骑的那个赛 550S 要好不少，挺脆生的，就是机械感、吸入感那种打档的那种质感要强出不少。然后我们也聊一下它这个油门方面啊，因为这3者结合，你可能就是比较突兀的会有油门上面的一个反应，因为它有2个模式嘛，第一个就是标准模式，还有一个就是运动模式啊。标准模式当然油门的平顺性啊各个方面你会觉得好很多啊，但是很奇怪，就是我在换挡或者叫开油再松油、松油再开油的时候，我总觉得在标准模式下它有一点不跟手。有没有车主咱们可以一起交流一下，不知道什么原因啊。然后说一下这个运动模式啊，运动模式当然是比较敏感的，特别是在低档位啊，你刚开始开的时候，你知道在低速情况下，这个油门表现就是有点冲的啊。但是你开起来以后，我觉得其实你长时间适应了以后，你可能会更喜欢运动模式下这种车身比较积极的这种姿态，就是我喜欢的部分啊。当然危险的地方也就在这里啊。如果你是一个新手的话，上来还是不要在1档大油门，你知道吗？这种运动模式还是从标准模式慢慢开启啊。结合它前中段比较猛的这种感觉，我觉得在运动模式下，给我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就是不太像4缸机，你知道吗？就有点像800NK 开的那个街道模式骑行的那种感觉啊，这种油门整个跟我沟通的那种状态。然后再说一下这个车比较大的一些问题吧，最重要的就是震动啊。当然，我刚开始了解到它的时候，我想这个4缸机能震成什么样子，对吧？就是它是一个平面曲轴，2级震动确实比较吓人，而且这个车 QJ 也没有给它做平衡轴，你知道吗？从5000转，事实上就是从5000转，有人说6000转啊，我觉得从5000转开始已经开始震了，然后你越拧它震动越大。所以你去跑山呀，或者你下赛道这种激烈驾驶，你开起来兴奋了，这些东西我觉得就还好。但是你日常骑行在公共道路里，我觉得这个震动啊，它其实会影响到你驾驶层面的。然后这个车又比较大，又比较重，其实穿透力挺强的，我觉得不是很享受啊。好，最后咱们来总结一下这台车，赛800还是挺猛的啊，100多匹，3秒多的一个0-100。如果您是对动力方面有一些想象的话，那我想这个车应该可以满足大部分用户这方面的追求了。事实上，在国产你能买到比较接近的，也就800NK 这一台车了，而这2台车是完全风格不一样的。如果你喜欢仿赛，目前这个时间节点，国产你能选的也只有它了，对吧？当然，这个车不足之处也是比较明确的，比如说这个平台啊、运行品质啊、震动抑制确实是比较一般的，以及配置方面，你像双向快排的缺失啊，还有像电子油门没有，那么所能带来的多种模式的一种驾驶，这些也是没有的。所以回归起来，还是要看您的用车场景，以及我们是否把钱花在了您最在意的那个点上。比如说你就是休闲骑，买回来就在街道骑一下，那5000转以下这个车的运行品质，我觉得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对吧？那么推不推荐购买呢？本来我是想，我们可以等竞品出来，对吧？对比一下，差异就出来，我们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。但是现在竞品让我们等多久，确实不知道，这个话也真是不好说啊。但一定要给大家建议的话，我觉得可以等到摩博会看看友商是不是能够加把油，对不对啊？即便是您就看中这一款车，那么竞品的出现，它的价格方面是不是也有松动的可能性，对不对啊？那么今天这个车的部分咱们就聊到这里，如果您喜欢的话，可以一键3连。我是华师兄，谢谢大家。